时报里有一只雕盘的狗，党国的任何无理要求都得接受。有天他被举报乱搞男女关系，两个情人竟然都在一个办公室。不料湖边这些年他早有防备，影响力已经大到党国的怕被连累。查办一个湖边简单，根本不用慌的是胡锡进，他的名字和共产党绑定。生活作风是小，党国面子更重要。雕盘狗不过是碗里的一块肉，愚弄黎民百姓，胡锡进不辱使命。更何况湖边带罪立功越发的卖命。乌鸦三语，雕盘狗。嗨，朋友你好，我是乌鸦三语。环球时报的总雕盘狗胡锡进前天又发表了雷人的言论，也就是1月28号，他说有的国家给每个人发钱，但那属于哄大家，都发钱就基本等于都没有发钱。他这样的话就是在一个集权国家已经被压迫惯了的人说出来的。他认为国家和政府都是奸诈的，都像共产党政府一样，都是阴险的，做事偷偷摸摸的。这边他一手发出去1万亿，那一手立刻就再印1万亿出来，所以呢，通货一膨胀就等于是老百姓买了单。可是人家这么做了吗？美国发钱那可是发给穷人的，年收入7.5万美金以下的才有资格去领这笔钱。就算说他发多少出去，另外马上就印多少出来，那也等同于是让那些富人，那些没有领到钱的人去承受通胀，而这些领到纾困金的人呢，他们去购买这些急需的生活物资，等同于就是这些富人送给他们的，这他妈才叫纾困。有种你共产党也输一波啦！核酸检测采购价格11块多，直接给老百姓卖280块钱，而且还是强制核酸检测。你看看视频上这些老先生，他们不配合搞核酸检测，你以为是他们不想核酸检测吗？他们是拿不出那笔钱来，他们拿出去那笔钱，他就没钱买粮食吃了。看看我们政府这7、8年来大撒币3600亿美元，换算成人民币那是25200亿，发给14亿人，每个人可以领1800块钱。如果只是发给收入1000元的那6亿人，那就是每人4200块钱。你们倒他妈是来纾点困啊！我你妈！28号，胡锡进发了这个微博。29号的时候，他们环球时报又发了一个简讯，简讯说，去年12月2号，段静涛实名举报胡锡进的那个事情，经查证以后与事实不符。鉴于有很多朋友可能不一定知道去年发生的那个事情，我稍微简略的帮大家回忆一下。胡锡进在去年12月份的时候，被和他同一个单位的副总编段静涛实名举报，说胡锡进和他的下属2个记者张南一和高颖有不正当的关系，并且与这2个人各有一个私生子。事情过去没有几天，胡锡进呢就发文否定了这个事情，并且他还说举报人段静涛精神出了问题，并且还拿出了一个微信的聊天记录来做证明。当然了，对于胡锡进这样的人来说，这个中国人渣排行榜常年上榜的混蛋，一个长期主张反民主、反宪政、反人类、反民族的这样一个人渣，他说出来的话呢是一个标点符号都不能去相信的。然后这个事情呢就销声匿迹了2个月，在今天呢，也就是2021年的1月29号，环球时报自己发了一篇新闻，说他们自己内部开了一个会，叫做环球时报社中层以上干部领导会议。这个会议主要的就是中央纪委和国家监委驻人民日报社纪检监察组过来通报了一个调查结果，就是说段静涛对于胡锡进的这个实名举报，他没有事实依据，并且将根据调查结果追究段静涛的纪律责任。段静涛还在这个会上边做了检讨。随后呢，段静涛向胡锡进以及受到牵连的那2位记者表示了道歉，同时表示自己愿意接受惩罚，愿意接受任何处理。对于胡锡进来说，正厅局级这样的职务呢，是相当于市长、市委书记一级的。举报他的段静涛女士呢，是副厅局级，那么就相当于副市长或者是市公安局局长这一级的。好，那么大家看，一个市长、副市长这样级别的2个人，一个说他自己去中纪委举报对方是因为自己没有想清楚，就像中了邪一样的，这种说法谁会相信？如果说一个没有文化的农村妇女，她会像中了邪一样的去胡说八道，去做一些让常人看起来匪夷所思的事情，那么段静涛这一个人英语专业毕业，曾经还在央视待过，90几年就进入了环球时报。作为环球时报的元老之一，段静涛曾经是环球时报的广告部主任。
广告部那肯定是一个报社的钱袋子、摇钱树，对不对？在2004年的时候，这个段劲涛在他的广告部因为出色的工作，他让报社的广告收入达到了每年2亿元。2012年，段劲涛又担任上了金色环球股份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这家公司的法人就是胡锡进。所以说，这个段劲涛他不只是一个身居高位的人，他还是个见过世面、摸过大钱的人。像这样实名举报，如果说是胡说八道，那么就意味着自己的职业生涯结束了，甚至搞不好还要去蹲大牢。那么在这样的代价下，那些蝇头小利或者说主编、副主编这样的虚名，它有毛的用处啊。所以就说啊，胡锡进他必然在撒谎。举报事件以后，胡锡进他辩解称，在3-4年前，段劲涛去党校学习了一段时间，就在那段时间呢，他大概产生了个人化的联想。回来报社以后呢，见人就说胡锡进要走了，要离开了，以后报社总编辑这个位置就是段劲涛自己要上去了。那这个地方就有疑问了。去一趟党校，为什么就回来要搞人事变动呢？都知道共产党呢是上管天下管地，中间还要管空气，但是他再怎么管也得有职能部门来管嘛，对不对？不可能去趟党校学习一下，回来就要搞人事变动啊。当然了，有很多无法证实的小道消息都说党校里边谁谁谁跟习近平又走得很近，而这个胡锡进呢又是所谓江派的人，因为内斗比较激烈，所以这个段劲涛和胡锡进就被推到了前边去。当然这种说法呢是小道消息，是经不起推敲的，也是无法证实的，大家也就听一听就好了，千万别当真。乌鸦三语认为啊，更有可能的原因是胡锡进确实是已经出事了，但是碍于他的影响力还有几千万的粉丝，胡锡进他等同于一个半官方的中国共产党的喉舌。这样的人如果是被查掉的，是被抓起来的，那么他以前那些跪舔的言论全部都将变成一些笑话。这和央视的这些主持人一旦出现问题就会引起舆论风波，所以现在中共的高层正在淡化这些央视主持人的影响力。可是呢，胡锡进这个玩意儿这些年以来他一直都被忽视掉了，因为中共觉得嘛，他就一个报社的编辑嘛，反正中国的老百姓认的是那个环球时报，又不是认胡锡进。再说了，他那张脸长成那屌样子，谁去看他呀，对不对？就这么的，胡锡进这2年呢就成长起来了，他的这个粉丝数量呢过了3000多万，据说这个玩意儿他的影响力可是很大的哦。以前没有出事儿的时候，这些高层呢谁也不会去注意他，可是这一出了事情一查，哎呦，这个人这影响力还暂时还不能动他了，一动那不就等于打脸共产党吗？对不对？共产党对于他们脸面的这种爱惜程度，基本上可以这样说，他已经超过了国家的利益。所以呢，现在胡锡进还不能让他倒，要让他倒至少要等到疫情结束，等到国内矛盾已经降低的时候，再找个机会悄悄的让他退个休，退休以后再隐藏个1年半年的，再找个机会再去查他。如果是小问题，真就只是生活作风，那么睁只眼闭只眼也就放他一马就算了。但是胡家的2代人为中共服务，到了胡锡进这一辈呢，也就算是到头了。他的子女呢，估计是永不录用。说起来，胡家的人啊，胡锡进的老家在河南省汝州市王寨乡的胡庄。胡锡进在他爷爷辈的时候呢，是地主，他们家呀有一个中药铺，还有300亩的土地。在土改的时候划分为地主身份，在文革时候被抄了家。胡锡进的父亲这一辈兄弟姐妹总共6个人，全部都去参了军，去参加了共产党，去闹革命。那大家想一下这个问题，都已经被划分为地主了，家里边300多亩大田，你说这一帮地主子弟在那个年代他还想去参军，这是怎么做到的？如果想参军的话，要不然隐藏自己的身份，要不然呢就是领人自己来把自己家抄了，把自己爹妈给打死，彻底的跟地主阶层划清楚关系，只有这样才能说得过去，对不对？不管怎么说吧，他的父亲胡克显，小名呢又叫大马庄，反正呢是在1949年参了军，转业以后呢就留在了北京，据说呢在一个军工厂里边当会计，生活稳定下来以后呢，就生下了胡锡进兄妹5人。就不管怎么说吧，虽然自己爷爷辈呢是地主出身，但是呢父母辈的比较给力，投身这个党国的事业，也算是红色的家庭，红色基因，给他逆天改了命啊。不过对于胡锡进这玩意儿的身世啊，还有一个好玩的地方，他的曾祖母、他的奶奶以及他的母亲都是基督徒，所以呢胡锡进是出生在一个基督世家的。胡锡进他自己也有一个基督名，名叫胡约进。正是在这样一个充满矛盾的家庭里边，造就了胡锡进现在这样的性格。有时候呢他看起来像一个高级黑，有时候呢看起来又像一个低级红，
反正呢就是两头都挨骂，但是呢两头又不得罪到深处，他自己能够在这样两头像跷跷板一样的荡过来荡过去这样的过程当中找到一个平衡，并且在其中如鱼得水，游刃有余，这个呢必然的跟他的小时候的经历是有关系的。一般来说，我们认为胡锡进这个人他就是一个党国的泄压阀。OK， 回到胡锡进这个事件的本身，再来看胡锡进他辩解的第二点说，在去年的这个举报事件的前2个月，有一次段静涛直接来到胡锡进办公室让他辞职，说是中纪委已经接到举报，正在查他，可以用辞职来换平安。可是段静涛到了第2天又发短信给胡锡进来道歉，说是自己像中了邪一样的胡说八道，并且胡锡进还出示了一个微信的截图。那大家想一下，实名举报，并且还把它发到网络上边，让它在网络上边发酵，并且呢广为流传，这样的事情他已经做了以后，那么他可不是什么错误要跟你道个歉，赔个不是，请求你原谅，他这是已经犯罪了，对不对？再来看被实名举报的胡锡进的那2名女下属，那2名记者，为什么从来没有听到过他们的发声呢？如果说段静涛举报的内容是纯属虚构的，那么这2名记者，这2名女士，她们如何能忍受得了用自己的贞操以及自己孩子的名声去为胡锡进挽留面子而保持沉默？你做得到吗？退一万步来讲，就算这2个女士她们真的做得到，那么她们的老公呢？她们的家人，她们的父母能做得到吗？就这样忍气吞声吗？这不合道理啊，这不合常理的，对不对？所以说按照这样的推断来说，有更大可能性的事实就是胡锡进做错了事情，胡锡进的举报已经成立了，但是呢碍于党国的面子以及胡锡进这个党国半官方喉舌的影响力，所以在权衡之下决定还是要保党国的面子，所以要保胡锡进。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胡锡进要把段静涛说成是脑子出了问题，说他是神经病，并且为了证实这个观点，他还继续说段静涛已经长期不参加环球时报的工作了，实际上是处于闲赋的状态。他还说在环球时报事务委员会看来，段静涛已经失去了正常履职的能力，但是呢，因为他们一直爱护他，所以默认他这样处于闲赋的状态，领一份闲工资。上面的这几个点的辩解是去年12月份的时候，胡锡进在他个人的微博上边发表的。到了昨天，环球时报自己刊登了一个消息，他说经过中纪委的调查，段静涛举报的内容没有事实依据，并且将根据调查结果追究段静涛的纪律责任。段静涛在会上还做了深刻的检讨，对于自己的冲动行为非常后悔，向胡锡进和无端受到牵连的那2位女下属、女记者表示道歉。那大家看到这里有没有非常奇怪？一个被指控说脑子出现了问题，一个精神异常的人，一个神经病，并且这个观点是在去年就已经被认定的了，那现在还把他请回报社去开一个中高层干部的会议，并且还当着中纪委调查组的面来承认错误，发表道歉。那大家说到底是段静涛疯了，还是这个丧心病狂的为宣传而生的中共的舆论机器疯了？好了，本期节目就说到这里，朋友们，下期再见 ，Peace。